大家好，这里是聊聊吧。今天我们来聊聊天文。2021年年初，除了1月份的象限一座的流星雨之外，还有一个天文奇观现在正在登场，是什么呢？就是在这2天会出现的土星、木星、水星3星汇合的现象。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天文奇观咯。当然，首先还是要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几个主角。首先是木星，金木水火土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行星之一，而木星呢是一颗质量很大的行星，在太阳系中质量仅次于太阳。木星的组成和我们一般常见的星球不太一样，其实木星并没有真正的陆地，整个行星是由气体所组成的。这种形态的行星我们称为类木行星，像是木星、土星、天王星都是这一类的行星。而像是有硬陆地组成的星球呢，像是地球、火星、金星等，我们就称为类地行星。所以木星是一个充满着气体所组成的星球，主要的组成成分是由氢气跟氦气所组成的。当然，我们很难想象木星的大小。木星的直径是地球的直径的 11.25 倍，体积是地球的1316倍，质量为所有行星的加总总和的 2.5 倍。它绕太阳公转一周大概是12年之久，所以木星它超级巨大。它的巨大可以保护内部的行星。当许多彗星或小行星经过木星的时候，因为木星的质量很巨大，被吸入到里面，保护了木星以内的星球。木星最有名就是一个巨大的红斑，这个红斑其实是一个很巨大型的风暴，它的直径大概是地球的4倍的大小。这个红斑存在已经非常久了，它从1830年后就一直被持续的观察。不过目前已知，这个红斑至少已经有350年之久，而且目前还没有消失的状况，可以说是一个存在非常非常久的巨大风暴哦。不过这个红斑也是木星的重要指标之一，有机会拿到望远镜的时候观察木星，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巨大的红斑。土星，土星是太阳系中第2大的行星，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行星。它有着著名的游泳圈，用望远镜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形状。而这个像是游泳圈的土星环其实非常的薄，它的厚度大概只有20公尺宽。而这个环怎么形成的呢？一直以来有3种的理论。一个说法认为这个环本来是土星的一个卫星，因为本身不够密实而被潮汐力所撕扯，散布在整个土星的附近。另外一个理论认为这个环可能是小行星或者是彗星经由撞击并且瓦解而形成的。第3个认为这个可能是土星形成的时候原来的物质所形成的。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当然这一些也没有一定的定论，就像月球一样，人类总是搞不清楚地球的附近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星球。水星，水星是最靠近太阳的一颗行星，因为非常靠近太阳，常常出现在日落前或者是太阳升起之前，所以古代水星有一个很特殊的名称叫晨星。一直到了后期的时候，因为五行的学说、金木水火土的学说出现后，晨星才被改名成水星。水星的表面几乎没有大气，也是因为这样，水星表面的温差非常的巨大，在照射太阳的时候可以达到400多度，在没有照射太阳的夜晚可以达到-170度左右的温度，差别非常的巨大。而行星3重奏呢？当好几颗行星非常接近的时候，角度低于5度角以下的时候，你就可以利用双筒的望远镜，把这3颗行星一起放在双筒望远镜中。这时候3颗行星在同样的视野中就会出现，并且这3颗星在天空看起来非常的亮，因为这3颗星都是行星，而且都是亮星，你会感觉非常的闪耀。下一次的行星3重奏是什么时候呢？在2021年的2月13号就会发生。下一次3重奏的主角就是水星、金星跟木星一起在早晨的天空相遇。如果你想要等到下一次同样的水星、木星、土星一起遇的时候，就要等到2026年的4月20号了。所以把握这几天的黄昏，如果你在户外，不妨在黄昏的时候看看天空。木星、土星、水星现在非常的接近，
正在天空中闪耀着。感谢你的收看，如果喜欢频道，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我们聊聊吧，下一次再聊聊其他的议题。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